今天呢，我给您说这么个蹊跷的事儿。且说有位寡妇，20岁守寡，30岁生子，50岁呀，给儿子娶媳妇儿。恰好遇上了皇帝微服私访，从他门前路过。皇帝一看这寡妇如此贞洁，当场挥笔送给他一副对子。寡妇一看呢，羞愤自杀了。这是怎么回事呢？话说在清朝的康熙年间，通州的王家庄啊，有个老光棍，40来岁了，还没个媳妇儿。而且呢，这老光棍呀，俩腿不一边长，一个长一个短，走路的时候他一拐一拐的，大家呢都管他叫王老拐。这王老拐呀，为人还挺好，挺和气的，不怎么爱发脾气，谁家有事啊，他也愿意搭把手。可这王老拐家里太穷，人呢又长得磕碜，所以一直就没有姑娘愿意嫁他。事有凑巧，无意之中呢，他救了一个路过的富商。这富商啊，出手挺大方，一下子给了王老拐2块银锭子，足足有40两。村里陈木匠家的二儿子最近死了，那二媳妇李氏守了寡。李氏长得好看，当初呢娶她的时候，陈家给了不少的彩礼。如今儿子死了，李氏又没生孩子，陈家呢就想再收一笔彩礼，把李氏啊给嫁出去。王老拐意外得到这40两银子，他就跑到陈木匠家去提亲。陈木匠是满口答应，第2天就把李氏打扮齐整，给王老拐送过来了。村里这保证过来给做了个见证，俩人呢对着蜡烛拜了拜，这就算是成婚了。王老拐娶得一个美娇娘，他一心想把这日子往好了过，务农之余啊，还会找些杂事来做，只想让这媳妇儿过上好日子。不曾想啊，他本来身体就不大好，如今这一积劳成疾，竟然很快啊就撒手而去了。李氏没孩子，一张破席卷了王老拐，央求村里人帮忙把他给葬了，就在家中开始守寡。李氏娘家人呢过来接他，想把他再嫁一次。李氏连嫁2次都是守寡，他这回心灰意懒了，不愿意再嫁，就去求了这个保证。村里的保证过来就跟李氏娘家人说呀，依照大清律，寡妇再嫁，所得聘金归夫家所有。那如今李氏没有夫家怎么办？那李正自己是个保人，可以做他夫家人。那李氏要不要再嫁，得由村里说了算。陈木匠家也来人了，说自己家也算得上李氏的夫家。3伙人呢就吵起来了，吵成了一团。这时候啊，挤进来一个黑脸的汉子，瓮声瓮气，若说到大清律，你们别忘了这一条，不可强迫寡妇再嫁，违者要受鞭刑。众人顿时就哑口无言了。并非呀，他们怕了这条律例，那上有规定下有对策的事儿，自古也不少见，他们有的是方法蒙混过关。但怕就怕在这说话的人。这人谁呀？村长的儿子王黑塔。这王黑塔呀，本名叫什么大家都忘了，因为他小时候就黑，人又生得高大，所以得了这么个混名叫王黑塔。王黑塔10几岁的时候啊，出去当了兵，在兵营里厮混了10年，前天才刚回村。村长给他在镇上盘了个肉铺，让他卖肉去。因为王黑塔当过兵，如今干的又是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买卖，自带一身煞气，谁看了都怕几分。眼见他出来打抱不平，那众人虽然不忿，他也不敢说什么呀，乱哄哄就散了。李氏啊，就这样在王老拐的老房子里住下了。王黑塔见他可怜，老会想办法去关照关照他。李氏呢很感激他，时常呢给他做双鞋呀、袜子什么的。
一来二去呀，这俩人就好上了。可这王黑塔他有老婆呀，李氏呢他又不愿意做妾，所以俩人做成了私底下的夫妻。这王老拐死的时候啊，李氏才不过20出头，谁知到了30岁的时候，她居然就怀孕了，还生了个大胖小子出来。这时啊，老村长已经死了，王黑塔已经成了王家庄的村长。村里人虽然都知道他俩的事儿，可是谁不怕王黑塔呀？没人敢在李氏面前多说话。过了几年，王黑塔呢谋了个河伯所大使的职位。虽然只是个从九品呐，却是负责征收余税的，这油水很厚啊。他仗着自己有了官音啊，就给李氏打了申请，以李氏守寡15年为由，给他要了一个贞节牌坊下来。又过了10来年，李氏呢为儿子娶妻。王黑塔如今有钱了，为李氏的儿子大操大办，在家门口摆流水席，过路的客人只要是手洗就能过来吃一顿。有不少当地官员呢也都跑来贺喜。恰好这时候，皇帝微服私访来了。圣祖皇帝康熙路过王家庄，一看里头办喜事呢，很热闹啊，就带了侍卫过去瞧瞧，也沾沾喜气儿。一进村啊，康熙皇帝就看见立在李氏家门口的那个高大的贞节牌坊。这种牌坊啊，是朝廷为了鼓励寡妇守节而立。康熙一看，嚯，这还是个得过朝廷表彰的寡妇啊，心里头很高兴，就过去道喜，还掏出1块银子随了礼。李氏也很高兴啊，向康熙皇帝道谢。当然他没认出来，又叫了儿子儿媳呢过来给客人道谢。康熙皇帝就走到长桌边上，随便捡了个地方坐下，准备与民同乐。但这时候就听旁边有人议论，李家这小子如今都成婚了，这日子过得可真快呀。另一个人就说呢，可不嘛，当初他守寡的时候才20啊，你看如今都50了，真熬人呐。康熙一听，什么20守寡，如今50了？我看那新郎也就20啊。他就问旁边那宾客，劳驾，跟您打听一下，今天这新郎多大了呀？旁边那位撇了撇嘴，往地上啐了口唾沫，呸，19。康熙心里就盘算上了，合着这寡妇是20守寡，30生子，50娶媳妇儿，这还是贞节烈妇吗？这不是小寡妇养汉吗？虽说康熙皇帝心里觉得可笑，但此时呢，他也不方便亮明身份。他略一琢磨呀，他就走到旁边一家小店里，跟这店家要了笔墨红纸，写下了一副对子，然后让侍卫给李氏送过去。侍卫领命而去，不一会儿就见李氏展开红纸，读了对子之后，把那红纸一扔，掩面痛哭，跑回屋里去了。有人就把这红纸捡起来了，读那上边的对子，写的什么呀？20寡妇30娘，50娶妇立牌坊，横批贞烈节孝。送完对子呀，康熙带了侍卫甩袖离去。王黑塔不知道怎么回事他想追上去问问。有乡间官员一看这个康熙爷谈吐穿戴都不俗，就猜可能是上头下来的私访者，就劝这王黑塔别多事，免得惹祸上身。好好一桩喜事，被康熙这对子一闹宾客们就渐渐都散了。那新过门的儿媳妇呢，也哭着闹着要回娘家。李氏就觉得自己这丑事就这么被人公之于众，他无颜苟活世间，一根绳子悬在房梁上，结束了生命。再说这圣祖康熙离开以后，
想这寡妇立牌坊的事儿不少，就又去暗访了几处守寡人家，听一个老年寡妇说起守寡时各种艰难。他就觉得呀，自己那天做的事儿有点过了。可他是皇帝呀，日理万机，想一想就把这事儿给忘了。又过了2年，康熙皇帝呀，又一次微服私访，又走到这个王家庄来了。他就想打听一下这李氏怎么样了，却一看呢，李家门前这牌坊已经给拆了，这李氏的坟头草已经半人多高。要说那个年代，女人的命运不由自己，嫁谁不嫁谁的自己都说了不算。这李氏嫁了2次，都不是她喜欢的人，最终她跟了王黑塔呀，总算是过了几年郎情妾意的日子。可惜这世俗又不容她，实在是令人叹息呀。可话说回来了，她要不立那牌坊啊，就没这事儿。